好了，终于说完了。好，那很多观众都在敲碗，在问我说 ，CRF-150要怎么把露营装备上车？可以分享方法吗？没问题，今天就教你。最近又加了一个生力军，装我的摄影器材跟一些衣物之类的。在行驶过程中啊，旅途过程中可以方便打开的 307P 的防水包。那这3箱要怎么上车嘞？现在就教你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CRF 基本上是没有装后货架的，没有后货架照样也可以载东西上山露营，好不好？第一箱就是最大咖的防水包，用这个俗称卡利卡利的东西，先把它扣在这边，扣在脚踏前面这里，把这个束绳哦穿过车底下，然后让这个束绳可以穿过扣环。穿过扣环呢，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固定的效果。再来就是用卡利卡利把它固定住，非常的简单啊。我们先不用让它太紧，先固定好。固定好之后呢，再上307的防水包。那防水包的部分就比较简单了啦。扣环扣好之后，绕过束绳之后，绕到后面去把它做一个绑定的动作。那另外一边也一样。OK， 307P 防水包的部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最后就是我们冰桶的部分，有看我影片都知道我是这样放嘛。用上我们的弹力绳。横向的固定住之后，再纵向的扣住它的背带的扣环，然后绕过我们的车架，扣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对一下后面，让它左右平衡一下，这样骑车的时候才不会偏一边啊。左右平衡完之后啊，我们再把这个卡利卡利，你看现在已经松掉了，再把它重新固定住。那我为什么会选择两边都有卡利卡利？因为正常来说啊，卡利卡利只有一边可以束紧吹紧嘛。可是你要想哦，行李箱里面不是每个东西都是硬的，它有可能像是睡袋啊、睡垫啊，然后一些布质类的东西，然后里面是有填充物的，所以它是可以被压缩的。绑好之后，上面再载重，它会再往下压缩。骑车骑，切，它会越压越实。压实之后嘞，你如果只有一边在吹紧的话，你的包包会越来越斜，所以要两边。在骑乘过程中啊，就可以两边同时去吹紧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可能长途旅行、跨县市的时候，你不会骑个几十公里，行李包就整个歪掉了。这是一个我使用下来的一个小心得啦，然后就是跟你们分享咯。好，那可以看到这边两边的紧度都，这里可以再紧一点。好，就这样。完美，这边比较看得出来。1、2、3，有没有？谁说机车露营只有骑拉力才办得到 ？CRF-150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而且还可以载那么多东西。有趣的是，你看哦，当我跨上车，超舒服的就是后面啊，完全可以靠着。突然间骑越野车也有腰靠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为什么会选择307P 的这个后座包嘞？原因就是因为啊，它可以让我省掉背负在肩上的压力，那就直接绑定在行李上面。那我骑乘的时候也比较舒服。啊，基本上里面就是装一些有可能在旅途中会用到的东西。那再来。这个冰桶呢，就见仁见智。我会想要这样配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，
你有时候骑车不是1-2个小时的事情，甚至更久。那你口渴了怎么办？想要来一点冰凉的饮料吗？啊，打开里面就是了啦，好不好？这样多棒啊！而且如果野炊的话，你就是骑一骑，觉得这个地方风景不错，你不想要把全部的东西都卸下来，你只需要把冰桶卸下来，这就可以当你的椅子，或者是甚至你席地而坐，冰桶当桌子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也是可以直接就地野炊。好啦，那个捆绑 play 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顺便开个小铃铛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！哦，对了，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公告一下啦。我 PO 的影片，不管是露营也好，或者是骑车也好，我觉得不要来问我地点，应该说可以拿这部影片去问你身边有在骑越野车的朋友，问他这是哪里，可不可以带我去？因为呢，不管是野营还是去林道，都是有一定风险在的，非常不建议你上网 Google 找资料、找坐标，一个人独闯，最好是结伴同行啦，这样子也比较安全有保障一点。好，那今天影片真的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。